水龙头打开，这个水越流越小，这是为什么？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这就是前置过滤器。前置过滤器难道真的成了智商税了吗？电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如小米。客户打电话说家里面的水太小了，没法用，想要增加个增压泵。过来我们看一下现场情况，这个水也很奇怪，刚开的一瞬间水流是挺大的，但是越流越小，越流越小。这个就不理解了。然后旁边呢有一个燃气热水器，这个燃气热水器呢，因为水流太小，完全就不启动，估计是水流传感器都感应不到有水流经过。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久了，刚好他家是6层，6层也是没有增压的，从7层以上才有增压。现在就考虑这个增压泵装在哪儿？入户的总阀门呢就在橱柜下面。但是现在的厨房呢都小，就这几个柜子，你看里面都放得满满当当，你再放个泵那也得腾地方。最后研究呢，这个泵就不装在这个橱柜下边了，包括它有噪音，还要占一定的空间。这边有一个柱子呢，它后边其实就是管道井，我们可以打一个孔穿过去，给里边留个电源，把这个泵呢就装到那个位置。一会儿呢，咱给这个泵寻找一个合适的安装位置。到了管道井这个地方呢，一眼就看见这个前置过滤器了，这就是他家入户的前置过滤器。这重装上就没有清洗过，没有冲洗过。看看里面的泥沙，其实已经堵满了，怪不得他家的水小。活死了，离谱！重装上就没有拆过，就像那个皮一样，看。放水冲洗怎么冲都冲不掉，那我们只能想个办法了，把它拆掉。总阀已经关掉了，拆下来我们人工手洗。这是最早一批的前置过滤器吧，这个设计了款式了还都比较老，上面这一层泥满满当当，弄点水给它刷一刷。这就是早期的前置过滤器，不像现在啊，前置过滤器已经一代一代升级的很复杂了。前置过滤器这个东西装上得会用呀，时间长该排就排，该清洗就清洗。很多业主可能也不懂，这是他家对面的。对门的这个前置过滤器看起来就很高级了，但是你看里边的泥沙一样。打开阀门冲洗一下，这个是手动旋转的，就可以把上面的泥沙呢冲掉。里面应该是有个类似于刷子吧，只要你不停的转，上面的泥沙就冲出来了。这就干净很多了。回去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水流量大了没。清洗过后，现在开水这个水流量明显是大了很多。通过现在的水流量来判断的话，它的压力也不高，应该就是 1.5 到2公斤的压力。客户家这个泵已经买了，还是要继续安装。确定一下安装的高度，然后确定一下要买的配件。我们出去先买一下配件。在小区附近的水暖店，在这里买点小配件。客户本身也是干装修的，到他施工的工地，这边有木板也有工具，裁几块废料木板，我们做一个底座。用工地的废料做一个支架，我们也用不了这么大把我们所要的切下来，就这么个东西。准备工作都做好了，现在我们回来呢要打一个孔，就是先把这个插座拆掉，从这个插座的背面呢直接打过去。孔已经打穿了，把这个线穿过去，这不我们线就有了。确定好安装的高度，水管直接解掉，这个水管都要利用起来。有了安装的高度，我们这个底座支架呢也要定位一下，就这个高度完美。外面的电源呢已经接好了，里边呢把一个插座换成了一个无孔带开关的，这样我们在家里面呢就可以控制水泵了。水泵的厂家自带了2个大变小的管件，我们先把这2个管件呢组装起来，因为我们要接的是20管。买水泵呢，它也是分功率大小的，根据自己家的层高，让客服可以给你推荐合适的瓦数、合适的扬尘。
木板支架上面钻2个孔，一会儿我们得打2个孔，用膨胀螺丝把它固定在墙上。打了2个孔，都是亲自钻，这得给它选2个好的钢管，电钻变成皮锤了。为了更加结实，再来点结构胶。支架做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熔管了。热熔这种20管，我的温度调的是280度。专业的师傅们，你们一般是设多少度呢？我个人感觉，这种管材质量比较好的，熔出来的效果都不错。管件质量差的，熔的时候是又冒烟又粘膜头。我个人感觉这个水泵就装在这个位置，那是最合适不过了。这样也没有增加管材，也没有多拐几个弯。在管道井里也是角落的位置，里面呢还有2套暖气的主管，这个也不影响它后期维修。在木板上呢锁2个螺丝，把这个水泵呢就固定死了。通上电源，开泵试水。调节水压呢也比较方便，盖子上还标了一个加节的符号。好了，安装完毕，咱们去厨房看一下水龙头的出水情况。不打开开关的话，这个水流量是不大的，然后旁边的开关只要一打开，水流立马就变大了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这是我们刚来客户家的时候放水就这么小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拜拜。